今天介绍一局非常精彩的对攻大战，选自2023年象甲联赛第3轮，由红方海外第一高手越南猛将赖礼兄对阵黑方东北虎赵国荣。开局选择中炮进3兵，黑方选择平炮亮车形成3步虎，红方跳马，黑方挺卒。这里红方走一个5-9炮，双方正常出子之后，红方选择进车。这里黑方依然是平炮对车，再选择退炮，准备平炮打车。这盘棋很有意思，形成了一个反向的中炮过河车。那么红方抬横车，黑方选择补士固防，红方就兵5进1，一上来双方就剑拔弩张。黑方平炮打车之后，选择翻外马准备反击，很明显下步棋要卒3进1，但红方不理，先拉车过来，把黑方的车马给牵制住。黑方按计划选择冲卒，红方这里退车捉马，逼黑方表态。那现在车马受到攻击，只能选择回马交换。红方简单吃，黑方就踩上来。这里红方下的非常强硬，直接把底象杀掉。赵老师炮打兵，现在威胁打车跟打象，显然红方不能吃卒，否则打象一将要抽车。这里只能简单先躲一手。虽然黑方打掉一个底象，但是暂时红方不怕，因为黑方缺乏其他子力的配合。这里走一个炮3平1，攻守兼备，不仅可以对红方的底线形成远程威胁，其次防止红方炮打边卒。这个局面下双方进入终局的扭杀，红方应该选择兵5进1是比较理想的下法，立刻开展中路的攻势。那么黑方只能马4进3，如果选择用卒来吃，红方可以盘马，要求跟黑方对马，而且在中路形成攻势。你只能换掉，这样呢，我可以先打一将，再选择吃马。黑方此时进车，红方可以马进4。这里如果强行平车，准备底线攻击，红方可以先不理你，炮9平5，因为你这边什么也抽不到，我这边打马呀，黑方受不了，对攻当中红方的机会更多。这是红方非常不错的一个进攻路线。那么实战当中，红方赖礼兄选择车退下2线，有一点软手的嫌疑，因为被黑方进车一点，此时红方再选择兵5进1就有点来不及了，因为黑方简单吃掉之后，红方的马盘不上去，因为黑方的车控制要道，由此黑方已经占优。实战当中赖礼兄选择进车吃马，那么黑方此时选择平车看住也是非常理想的下法，这样控制局势。红方的2个马上不去，炮呢也打不出去，眼看着黑方的2个卒向下冲锋，黑方明显占优。实战当中赵老师选择平车压马，那么这样交换之后，给了红方一个出帅叫杀的机会，红方有了一定的反击之势。此时黑方赶快飞象补防，红方直接跳马，气势很足，选择了弃炮攻杀。那么这里冷静下来分析，红方实际上是虚张声势，黑方可以简单吃炮。那么红方会有怎么样的手段呢？大不了就是踩卒进去，看起来是一脚蹬仨，踩着炮，踩着象，踩着卒，但黑方可以冷静的先躲一手。那么你踩什么呢？如果你踩象，换完之后你是单车寡炮，肯定不行，大概率是要踩卒才有一定的攻势。那么黑方去吃兵就可以了。这里红方没有什么棋，你强行挂角将，我就出个老将，你平炮将呢，我就平车垫住，这样黑方多子占优。如果你来抓我的车，黑方还有精妙的炮打底士的手段，那形成这个局面，黑方已经是胜势，红方不行。因此我们仔细分析下来，红方跃马弃炮其实并不成立，虚张声势。但赵老师呢也没有去吃对方，走了一步炮9平8，也是可行的下法之一，准备配合这边的车炮，对红方形成手术刀式的进攻。这里红方应该选择车吃卒，是比较顽强的走法，甚至于说还是形势不错。那么如果黑方
按计划强行进攻，红方可以佯势，这里杀士一将，我就选择进去，所以呢下底将可能是更有威胁的下法。红方上来，黑方炮打底士，看起来这边是有一个退炮的叫杀，跟主变化也很像，但由于红方的车已经杀通头，可以居5平2这样的去防守，攻守兼备，黑方只能先躲一躲。那这个局面呢，红方再选择进将，由于两个炮与老帅的位置有些过近，难以形成夹击炮的威胁，红方暂时是有惊无险。那么将来可以炮打边卒或进马冲锋，红方的形势看好。黑方呢有些乏力，但这里红方走出了一个漏招，实战当中选择马4进3，实际上是给了黑方非常好的进攻机会。赵老师直接炮点下2线，红方依然是只能上士。那么黑方呢通过叫将凑一凑时间，然后选择炮打底士，跟刚才的变化有些类似，但由于红方的车没有杀通头，难以形成右翼的防御，现在是一个叫杀，红方只能选择进帅。黑方呢就退一手炮，依然是叫杀，红方此时炮打中将一将，黑方选择佯势也可以，实战选择出老将，也是可行的走法。那么打一将的目的呢，是给自己的中路形成防御，然后选择下士去解杀。那我的炮打出之后，中士是有根的，你不能杀我的中士。那这个局面下黑方依然是大占优势，应该选择炮8进1。像这个棋呢也是很简单。那么进炮一将，红方显然是不能飞象，否则借助老将的助攻，可以进炮一将，再回炮一将，将红方的车给抽掉，这个棋黑方就赢棋了。所以很简单的道理，这里不能飞象，只能选择落士。那么黑方再选择炮6平9，下步棋就最简单的炮9进1，红方就防守不住，很难去防了。由于红方这边没有足够的攻势与之抗衡，你又不能轻易杀宗族，否则这边直接要威胁夹车炮，所以这个棋呢大概率黑方就要简单取胜了。但非常的可惜，赵老师这里呢没有走炮8进1，而是走了一步平炮去打马。那这步棋有一点点增加了黑方的难度了，给了红方机会。这里赖底兄心明眼亮，看到黑方这步棋并不紧凑，果断选择平炮。这步棋呢依然是攻守兼备，不仅防住了底炮的进攻，同时对黑方形成反击。此时黑方为什么没有去打马呢？如果打马，红方简单吃足。虽然黑方多了一个大子，但是攻势减弱，现在红方杀掉中卒之后有平车叫将的威胁。假设下底炮将，那人家自然把象一飞，黑方没有攻势，虽多一个大子，但是得不偿失，显然红方优势。那么如果选择打象，自然是更不行。红方呢平车一将，再杀士一将，再炮4平5，形成连将绝杀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黑方刚才平炮打马有一些虚招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敢去打，所以呢这步棋并不理想。实战当中黑方一看打马不行，再选择进炮将。那么此时红方自然不是飞象或者是落士，因为有了一支炮作为防守，所以选择炮4退2是理所当然的下法。赵老师一看这个棋也没有办法，你不打人家，人要打你，而且这个炮呢威胁也很大，果断选择打掉再说。此时红方选择杀掉中卒，下步棋依然是威胁车5平4，黑方选择退炮来防。这个局面选择佯势可能更为理想，黑方的优势更大。但是实战当中，由于红方车5平4看起来非常的吓人，所以呢从棋手的心理来看，这个棋是不愿意佯势的，选择退炮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。但表面上安全并不代表实际上是安全的走法。红方此时抓住机会，炮5平9吹响了反攻的号角，现在准备底线杀棋。那黑方选择横卒，准备用车来防守。
红方赶快马3进5，避开黑方炮对马的危险，也不能总把马放在对方的炮口里。这个局面下依然是黑方大优，这里应该走炮6分8，把炮拉开之后继续攻击红方的底线。由于这里有一只马呢，做了一个很好的防御，红方是没有棋的。这边下底炮扔底非常的厉害，是一个直接的叫杀，红方来不及打马或者有其他的防御动作。可以说黑方这步平炮是一招致命，也是黑方最后的机会，但非常可惜，赵老师啊，可能是年龄的原因，没有敏锐的发现这步棋，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防守，选择退车来吃炮。那么红方就下底一将，双方在这里啊形成了僵持。由于这盘棋呢是5分钟的加赛，双方的时间都非常的紧张，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循环棋去凑一凑时间，黑方选择了下卒。这里呢黑方有一个误判，以为这个卒啊是一个很好的进攻方式，但实际上啊是一个很大的失误。红方这里不理，选择兵3进1。看起来黑方这里呢进车将之后，双方先抓一抓，然后呢有一个下卒，感觉这个卒冲下来会很厉害，但实际上是对黑方的一个误导。赖里兄将计就计，选择兵3进1。那么当你黑方卒冲到这里，马上要杀势形成绝杀的时候，红方恰到好处的选择进炮一将，把黑方的车给吸住。好，现在你黑方所有的攻势被我化解，然后我兵3进1将马吃掉。那么显然红方的攻势更加猛烈，黑方所有的计划宣告失败。此时自然是不能选择直接吃掉，如果选择去吃炮，红方可以车5平2，形成平车的绝杀无解，所以显然不行。实战当中呢就选择的是进将。那么赖里兄啊这里心明眼亮，非常精妙，选择弃马攻杀，直接强行卧槽。那么你只能打掉，红方杀势一将，再选择吃炮，逼迫黑方只能把车走到边路，黑方没有办法，只能吃炮。那么红方横兵形成叫杀，利用弃子之后子力位置的优势，还有老帅的助攻，非常精妙的绝杀了黑方。黑方此时车在家里，卒跟炮呢也难以防守。实战当中面对兵4进1的绝杀无解，只能选择献炮，但红方并不理睬，选择平车，置之不理。黑方此时已经陷入绝境，实战选择进将，为时已晚，红方兵4进1形成绝杀。黑方此时选择卒4进1，准备再去顽抗，红方简单出帅，并不理睬，可以说呢是4两拨千斤。那走到这里黑方呢就投子认负了，因为红方下步棋车3进1，黑方已经无法解救。